这是我减肥的第1天。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的减肥计划。我的减肥计划呢，我把它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减肥的时长。我给自己定了好几个阶段啊，因为减肥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阶段呢，我是定在夏天来临之前。我看了一下，今年的立夏时间在5月5号，所以呢，我希望在5月5号之前呢，我能瘦到120斤左右。第二个的话就是减肥目标，长期的目标来看的话，我希望能够瘦回110斤左右。毕竟我那么多裤子和背心穿不下去，真的太可惜了。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减肥方法，这个也有很多人问我。我的话呢是会实施减糖饮食，配合16-8的一个饮食法，然后再加一些适量的运动。简单来说就是会减少我生活中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就比如说我会把米饭换为粗粮，然后控制它的量，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每天在8个小时里面进食，然后配合一些 keep 上的运动啊，这样。我的方法呢是我根据之前的减肥经历来定制的。那就顺便来跟大家讲讲我之前的减肥经验吧。我虽然小的时候是个很瘦的女孩，但是我初中开始长身体，从1.5米到初3毕业1.7米，这期间我狂吃不胖，就把我的胃算是撑开了吧。但我上了高中之后呢，依旧维持这个饭量，但是个子不怎么长了，就只长了2-3厘米。因为高中它有晚自习嘛，高中下课了之后，我每天晚上一定会吃夜宵。这种不好的饮食习惯导致我长胖到了140斤这样。然后，但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差不多就莫名其妙的到了130。之后呢，女孩子就开始爱美了嘛，我就开始尝试一些减肥方法，也走过很多的弯路，尝试过很火的什么 IU 减肥法啦，什么21天减肥法啦，什么苹果减肥法啦，各种。虽然的确都让我短暂的瘦了下来，但后来无一例外的都让我反弹了。真的让我瘦下来的是我大2还是大1的一个，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暑假。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一边健身，然后一边控制饮食瘦下来的。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吃家里人做的饭菜，晚上呢，我经常会用螃蟹来代替我的晚餐，因为我很喜欢吃螃蟹嘛。然后每周呢，还有几天会去上拳击课。我非常辛苦的上完拳击课之后还要去兼职，兼职结束之后呢，我还会走路40分钟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我还会再打开 Keep 做一组运动，我才会睡觉。就这样的一段时间，让我的体重瘦到了107左右。后面开学之后，我虽然正常饮食，但因为我之前养成了比较良好的一个作息还有饮食习惯，再加上我每周末还会去兼职啊，就让我的体重还是在往下掉，差不多掉到了104左右吧。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瘦了。之后天气就开始慢慢变冷了，然后就开始会放肆一些饮食，就比如说晚上会去吃夜宵啊，吃垃圾食品啊这些，但也不是每天都那么吃的，所以就体重差不多就维持在110斤左右。虽然冬天的时候过年那会儿还会再胖一点点，但是过完年之后我就很好的马上就能回到我之前的身材了。而且之后我也有学游泳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运动习惯在的，就还好。直到我真的开始上班了，我的这个生活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开始长期的坐办公室，我虽然每天早午餐吃的都是自己做的健康便当，但是下午和晚上我都会吃很多的零食甜品，以此来释放我工作的压力。像那种小包的奥利奥啊，我可以一个下午轻轻松松吃掉5-6包，然后还要喝奶茶，还会吃一些别的零食。下了班之后回到家，我还会再做一顿夜宵，喝点啤酒啊什么的。而且我也不运动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冷，再加上疫情，就是非常不规律的作息以及极端的这种饮食，让我慢慢的胖到了今天。因为我是有减肥经历的，所以我知道瘦的有多快的话，就代表反弹会有多快。而且瘦不能代表你的身材很好，有线条的那种身材才是真的好身材。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同的，我个人是很欣赏那种丰腴美人，但是我呢也更倾向于刘雯那样的纸片人身材。大家也知道的，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如果我稍微就是胖一点的话，就会显得我整个人非常的壮。你单独看还好，尤其是让我跟那种小个子女生啊走在一起，我仿佛就是保镖，你知道吗？
所以我对自己定的这个目标呢，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就是对待自己的标准啊。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的这个审美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而盲目定下自己的这个减肥目标。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体重，就是你是知道的哪个体重你能够比较良好的维持，太瘦的身材真的对身体不太好。那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减肥计划了。饮食这一块呢，我也会把它做成 vlog 来更新。我现在想的是每周大概更新2次，周一到周四的饮食我会在周六更新，周五到周日的饮食我尽量在周三更新。然后我会每周给自己定一个欺骗日吧，如果不是很想吃欺骗餐的话，我就不吃；如果说想吃的话，我就会找一天给自己当欺骗日。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减肥计划啦。我在看《老友记》，是不是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没看过《老友记》？我只看过里面一些片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完整的把它看过任何一集。我决定以后它就是我的下饭剧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第1顿。太好吃了。我烧了满满1大壶的五黑茶，今天我会喝2壶水，多喝热水哟。把小苏打洗掉。放进冰箱里面，等到晚上吃的时候再拿出来。今天的晚饭我要吃韩式拌饭，但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韩式辣椒酱了，所以我就准备做一个拌饭。这个是我刚刚加热好的米饭，里面差不多有120到150克左右。把我们的菜给码上去，然后是胡萝卜、豆芽、姜。鸡胸肉煎到最后的时候，加一点点水进去，会让你的鸡胸肉更嫩一点。再尝一口试试。
的确很嫩哎，用了小苏打的就是不一样。好嫩啊！我弄散了。最后还有一个鸡蛋，虽然我这个鸡蛋已经不好看了，但还是要加上去。加上这一小撮泡菜，就完美啦！我准备来做一个天鹅臂。哇哦！下面来切我的卷饼，这个是鸡肉的 ，OK。这样正好放进去。这个是我昨天做的巴斯克。
家。我为了能够就是晚上不失眠，今天都没有喝含有咖啡因的东西。我洗了一小碗西梅，然后还有一杯水。看看我的郁金香，是不是超级漂亮？紫色的，超级美的。就这里面有12支，都放在这里，好可惜哟。人家都是一支一支的买，超级美。今天是我打卡 Keep 马甲线养成的第4天了吧？对，第4天。这个运动我已经累计做了73次。我之前也有做过一段时间，我就断断续续的做。我第1天做的时候，我连30秒的平板支撑我都做不下去。这是我的郁金香啊，已经告开了，超级美，太美丽了。乘客几乎全部遇难，造成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一场简单的意外吗？在韩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时间回到每当回忆起这一幕，阁下的妈妈总是悲伤的泣不成声。意外突然发生了。今天中午打算吃个家庭版的麻辣烫，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些食材。
做好了，巨多。今天晚上吃6个西梅，因为我在剪视频有点无聊，想吃点东西。我现在准备来跟着 B 站上面做一点运动。怎么从上面糊的了？